线上的家人朋友们平安，我是梦幻厨房在我家的 Vivian， 今天又要和大家分享一减二个蒙拉减四口的食谱啦。先自己做花生酱，然后用自制的花生酱快速的做出花生曲奇饼干，还可以顺便打杯花生拿铁，超好喝。自己 DIY 东西最棒的就是食材超级单纯，每次买外面的饼干零食看到成分表，说实话看到那一大排什么膨胀剂、改良剂、人造奶油、虾米蛙哥，看了真的会怕怕呢。自己做材料真的很单纯又放心，为了自己跟全家的健康，赶快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。所有材料配方就请大家自行荧幕截图，文字食谱的连结我也会放在资讯栏当中，点开资讯栏就可以看到。提醒今天配方有2种哦。首先来做出花生酱，不想自制的也可以买市售现成的啦。不过因为自制花生酱原理真的超级简单，推荐大家要自己做一次花生酱哦。花生要自己炒一下，或是买低温烘焙过的。其实好几年前就分享过自制花生酱了，直接把炒过或低温烘焙过的花生用破壁机打成酱就可以了哦。今天当然要跟以前的食谱不同哦，今天用慢磨机来磨花生酱，模仿古法石磨的原理。慢磨出来的花生特别的香，我今天用的是 Omega 的慢磨机，磨第一次的时候其实已经蛮细致的，但是我想要让油脂更完全的释放，所以会再多压个几次。如果你是用破壁型的机器来搅打也是可以哦，就是运用高速把整个花生的油脂给打出来，就会变成花生酱咯。一开始可能是粉末状，但是打得越久呢，油脂被更完整的释放出来，就会变成花生酱了。也有食谱会增加额外其他的油脂去打，但我是觉得不太需要，直接把花生酱呢反复几次的慢磨或搅打。花生本身是可以炼油的，所以它的油脂含量真的很够，但记得花生一定要是低温烘焙过的哦，生花生比较难萃取出油。懒得自制花生酱的朋友就跳过这一步，直接买市售现成的花生酱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反复压了3次的花生酱已经变得非常的绵密了，什么其他材料都没有加哦，就是最原味最单纯的原味花生酱。然后自己用新鲜的花生，也不用担心什么黄曲毒素的问题，然后自制真的超级香浓。担心农药的问题，记得买有机的花生米来自制。台湾很多小农的花生米很棒。今天给的2种配方呢，吃起来口感不太一样。有燕麦的这个配方呢，吃起来比较像坚果谷物棒或是 scone 的那种口感。第一个配方里面用的糖呢，你想要用哪一种糖都可以哦，像现在很流行的零卡糖、甜菊糖、罗汉果糖或是一般的砂糖，通通都可以。饼干的配方也超级简单，直接用花生酱加入糖，再加入1颗鸡蛋。是不是超级简单？就这样拉拌匀，等等塑成自己喜欢的形状，就可以来烘烤了耶！真的是太简单了。顺便提醒大家哦，甜度呢也可以调整一下，我这个版本是比较不甜的。如果你想更低糖，甚至想做成咸口的版本也可以，就是把糖改成帕玛森 cheese 粉，就可以变成咸口的饼干哦。拌均匀的状态就是影片这样的状态。接着我们来塑形，把它塑成自己喜欢的形状。可以取一份饼干面团揉成圆形，有冰淇淋勺的可以用冰淇淋勺，定量挖取很方便。先搓成小圆球状，直接放到防粘黏的烤盘上，也可以是普通烤盘铺上烘焙纸，用个叉子把面团压一下，这样的造型就会很像小桃酥。如果你想切成方块状也是可以，反正就是塑成自己喜欢的形状。这样的大小几乎是1口酥的概念，很方便。这个是第2种配方的做法，我们把燕麦呢打成燕麦细粉状，不用到很细的粉末，大概就是略粗的粉末状。接着加入花生酱，接着是蜂蜜或是枫糖。最后把所有材料混拌在一起。这个版本我就做成方形，刚好有一个细胶的方形小模具，做起来也是1口酥的概念，1口1个，很方便。我的甜度呢不算高，如果还想要更甜一点的，也可以再增加微调蜂蜜的分量。然后如果介意蜂蜜酵素会被破坏的话，请改用枫糖哦。
放进摄氏180度预热好的烤箱，烘烤12分钟左右。刚烤完呢还是软的所以先不要碰它，要让它彻底放凉之后，整体饼干的口感才会变得酥脆哦。所以爱租以卖掏家卖就煎，方形版本也是，记得彻底放凉之后再脱模哦，否则很容易散掉哦。做成方方的一口一个，真的超级可爱呢。加燕麦的版本真的很像 scone。挖一勺自制的花生酱，加入牛奶或是豆浆，甚至是椰奶也可以哦。然后加入适量的枫糖或是蜂蜜，用果汁机搅打一下，就是非常非常好喝的花生 latte。 大推这个，真的太好喝了，怎么没有店家卖这个饮品呢？卖这个真的会卖翻天，这真的是有够好喝耶，大推。自制花生酱、花生饼干、花生拿铁，等你交作业咯。这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然后记得分享给亲朋好友，让他做给你吃。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기대가 많아지만 하고 또 마음 다치고